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也不是你的错，都是那个李雷的错。李雷是谁啊？你不是有一个前夫叫李雷吗？大哥，你不会信了吧？结了婚生了双胞胎的不是你和我吗？看来你没事了啊，那你可以参加培训了，明天早上9点报到去。什么培训？入职培训，你需要了解酒店的规则以及制度，还有工作的具体内容。在这之前，你只能做酒店的 part time。不用了吧，咱们都这么熟了，走后门。能走后门，所以你才会在这儿。培训就培训吧。依然，我相信你可以通过的。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瘟神。可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宿舍了。面积不大，灯光昏暗，空间利用率低，采光也不怎么样。谁说采光不好呢？哇！手没事吧？伤口要及时处理，不会感染的。坐。谢谢。你干嘛？贴的不好，重贴。这个贴的还不错。你这病得治。可怜的手指头。今天晚上好美啊！你在写什么呢？我看你们都有英文名字，我给自己想了一个。汉娜，你觉得怎么样？正式员工才需要英文名。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要不你先帮我想一个。你要先通过考核才行。这不是考试吗？瞧不起谁呀？英文也是考核非常重要的一环。我的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我们不是搞服务的吗？现在最流行的是哑巴服务，只做不说，我们把活干好不就行了？工作业务、酒店的基础知识以及英语的日常沟通，都是必须要掌握的，也是酒店的要求。你故意跟我作对是吧？
既然这样的话，从明天开始，每天晚上的8点来我办公室接受考试。开玩笑了吧？既然你都说了，我家跟你作对，那我不摆出点态度怎么能行呢？明天晚上。知道。哎，你饭没吃完啊？曼姐不喜欢别人浪费她生命。总监，有什么是这个人不行的？大家一天都是24个小时，不他活着就是正经活，我活着凑数的呗。优秀的面目可憎。让你刁难我，让你逼我上课，让你这么优秀，看我治不了你。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没什么，我帮你整理一下。这些都是整理好的，不需要整理。好的。一个问题，答错了晚自习。怕你呀，请出题。什么是优质服务？优质服务包括良好的礼仪、礼貌，衣冠要整洁，谈吐要文雅。这位先生，请您坐这里。第二点，优良的服务态度，亲切、热情、真诚、朴实。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第三点，积极主动地为客人着想。先生，请喝咖啡。第四点，细致周到。这位先生，您的嘴巴刚刚漏水了，但是不要紧，我已经帮您擦干净了。不许把咖啡放到我的书上。还有，不准调整我的顺序。晚自习。为什么？我刚刚不是背过了吗？你是背过，但你示范错误了。老板，说。我刚才把你的书折了一个角。你说什么？哪一本？我不知道哎，要不您自己找一下。站住！站住！你。经过这2天严肃认真的培训，我基本掌握了客房服务和工作的基本要领，可以打准5星。这就是你说的准5星啊？跟我过来。牙刷标签放的不一样，标签没有回归到一个水平线上。
肥皂盒没有居中，洗手台都是水渍和水印，水龙头上有指纹，差评。地板上有毛发，空气中也有灰尘。老板，这是你的头发。冰箱也没擦干净，差评。这儿我确实是忘了，你在这我太紧张了。我不可否认你的努力，但结果你也看到了，我只能给你差评，我知道，但是你这么评估一个实习生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太苛刻了？每一个人都有提出质疑的权利，在全海任何事情都要做得完美，总不能像你的英文一样应付吧？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服务。那你还是先从夜床服务开始吧。这怎么又多一项啊？你刚说什么服务？夜床服务，今天晚上我过来验收。夜床服务？你在干什么呀？不是夜床服务吗？我不喜欢开灯。那你这是在干什么？哎呦，我准备好了，赶紧开始吧。依然，你干什么？你穿这么多衣服真麻烦。老大，小陆，你好好告诉他一下，什么叫做夜床服务。好的，老大。Ten down service 就是从傍晚到客人入睡前的这个时间段，对房间进行一次个性化的整理，例如整理床铺、摆放酒店赠送的伴手礼，还有调暗灯光等等。早不说清楚，还有丢人啊？没事儿，你继续。你今天好好教他一下，明天我还会过来验收的。是老大。至于你，干嘛？今天晚上培训结束之后，你要把酒店附近的车站经过了哪些车，通往市区何处经过了哪些地标，还有酒店附近的火车站、飞机场以及码头的距离，包括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统统给我背下来。那我不用睡了，你这公报私仇吧？你完全可以这么认为。背就背，谁怕谁？喂，你有什么话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别一会儿一个短信，一会儿一个电话的，行不行？喂，什么情况？出事了？喂。真的很好，这是挺滋润的，对吧？
你刚才没事吧？哦，我没事啊。没事儿，没事儿。电话里鬼哭鬼叫的，打电话也不接，你知道我有多……刚刚有一个超级大抢购，我一时太兴奋了，正好你也来了，名额还能再抢一份，先给我。笨手笨脚。起来吧。行了，走吧。现在就走啊？他们一会儿还有终极大奖呢，不参与一下多可惜啊！等会儿再走吧。同样的话，我不想说2遍。不是让我来体验的是你，不让我体验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故意整我啊？我没有让你来，走了。你吃错药了，明明就是你让我来的。我没有让你来，走不走？不走。未经批准，恶意旷工，扣1天工资，现在跟我回血检查。故意整我是吧？旷工就旷工，管着你。哎，你干嘛去？反正都算旷工，管着你。这么好啊，还带着员工一起来给我捧场。不过他看起来好像不太想走啊。欢迎现场的各位来宾们，我们今天的终极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进入到今天的游戏环节，男女搭配两两地。你跑哪去了？我找你半天了。获胜的朋友别提了，遇到一个神经病。海岛终极大奖。走，今天的终极大奖必须给我拿下，上！让一下，谢谢。你上来跟我呀？跟我回去。反正都算旷工，我不回去。哼，他都说了不回去。小总，你这是要强人所难吗？你有认识？平安两人能不能好好说话？让我手给我放开。大家都这么有兴致啊，不如加我一个。你好，我是令一书。毅然，原来你就是毅然啊！小林总玩的什么游戏啊？有点看不懂吗？他们已经组队了，我跟你一块。是吗？你打算抛下你的老板啊？玩游戏而已，老板没必要赌上前途吧？你现在跟我一组，旷工的事情还可以谈。我不要。加薪。你该不会又是在整我吧？我保证。易小智，你拉我上来的，现在要抛弃我？别闹了，他是我老板，得罪不起啊。分组结束，游戏开始。台上的人听队友提示，先打到对方的获胜。准备好了吗？你也不想输吧？我林宥嘉都不知道“输”这个字怎么写。现在游戏开始。我前队友，你打他，你走过，后面，赶紧掉头啊你！别往前，打他，后面，对头看，打他，后边，别站起来！哎呦，你可真笨啊你！掌声鼓励！你怎么有这么笨？学着点。第2回合开始。
承让，你这是偷袭作弊，你输了。自丑不过非人，我再来。下一局我帮你赢回来。机会我赢回来了，你可别再怪运气了。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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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吃什么？随便。都吃。不挑食。服务员，点菜。麻烦给这位先生来一份不讲武的烤肉，特辣。给这位林先生来一个挫败的龙虾。会放屁的鱼，麻烦给肖总也来一份，谢谢。我记得你们餐厅有一个小肚鸡肠，还不错，麻烦给林先生也来一份。林总，照他们说的下单。我们一起喝一杯吧，和气生财。服务员，再来一份莫名其妙大闸蟹。好的。来，玉安，这个你喜欢的螃蟹。谢谢，你自己吃吧。还有糖醋排骨。龙虾。我自己来吧。游戏已经结束了，你们二位可以给食物点尊重吗？那个，我酒店还有些工作，你们慢慢吃，我先走啊。哎，这么急吗？我也有点事儿。你有什么事啊？哎，喂，我自己来就行了。别躲呀！放心，我是专业的。不懂。我没躲。行了，
我自己回去，你先走吧。你不跟我一起吗？算了吧，被你耍了1天还不够。我那个是特殊情况啊。所以呢？你就打算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吗？道歉要有诚意的。那你想怎么样？你平时是不是不坐公交车？空气炸，环境糟糕，毫无舒适度可言。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努力赚钱吗？为了生活。错，努力赚钱是为了有更多选择权，不用跟这么多人一起挤公交。公交车怎么了？低碳环保，还有专属的司机，这1辆车也要上百万呢，不比你那个小车贵。关键是，坐一趟才2块钱。世界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你看世界的角度。还有几站到啊10站。这么久？公交神器。哎，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拥有线耳机？能听不就行了？这么多事。要不你睡会儿吧，少说2句。我说这个椅子这么硬，车也尖，我怎么睡得着啊？小点声。你说什么？小点声。哦。你可以是花，可以是树，柔软又坚固。可以是云，可以是雾，自由的描述。解开世俗的束缚，把耳朵捂住。终点站到了，别睡了。束缚自己最我站了。啊？有车不开，非要坐公交，坐公交就算了，还睡过站，那也是你先睡的。那还不是你给我带什么公交车神器，不然我能睡过站吗？这也怪我了。你得感谢我治好了你的睡眠障碍。你应该庆幸我没有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又怎么了？脚疼，走不了了。好了，出发。你这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跟你自己过不去啊？有3轮坐就不错了。谁说我不错？说实话，你现在的这副模样呢，可比平时冷冰冰的那个样子顺眼多了。你累不累啊？要不要上来一起坐？你觉得我要坐上去的话，大爷受得了吗？
这香气很奔放，有柑橘、香橙和白桃的味道。酒体平衡，单宁虽然有些许的侵略性，但颗粒非常的细，很丝滑，有余韵。现货有多少只2000条，12000具。那如果我们酒店长期采购的话，能否给我们什么优惠价？ Le prix peut être négocié, mais j'ai une condition. 请说。 Pourrions-nous signer un contrat d'abord? 合作愉快。 Merci. Je vous remercie。是他把这么好的红酒推荐给我们的。 Merci, Iran. You are welcome. Iran, really thank you. If it wasn't you, our winery will be closed.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有空常回来，中国欢迎你。 I will. 哎，中国人表达感情比较含蓄。She received your sauce. Iran est une bonne personne. Alors prends soin d'elle. Je vais。 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他说让你好好学习法语，不然这样的话怎么接待客户呢？英语还没说明白呢，又来一门法语。你们这是酒店还是学校？这次推荐有功，考虑给你涨工资。真的？啊，依然。 哎，依然，你等等我！哎，最近我听到了一些关于酒店闹鬼的传闻，大家都是酒店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成年人，应该不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吧？如果再遇见类似的情况，希望大家拿出专业的态度，积极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跟着散布谣言。如果再有人以讹传讹的话， 自己去人事部领辞职报告。小牧场。 放在这儿，他要看不见怎么办？你在干什么？借书。这只对人生迷茫、找不着答案的猪，就是这个书的主角。想太多的猪很适合你。没你那么幼稚。你怎么在这儿啊？啊，老大，今晚黄科的宴会取消了。易然呢？让他过来找我。易然刚刚被小林总叫去做客房服务了。我来收盘子。不用。
喂，我让你进了吗？那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林先生，依然是酒店的员工，只提供烈型的客房服务，不提供其他的，这点我希望你能够清楚。我是酒店的客人，选择谁为我提供客房服务，这权利我有的吧？我们是正规酒店，不提供指名道姓的服务，不要浪费我们酒店资源，可以吗？你干嘛？我帮帮你。我不需要你帮忙。喂，你们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林先生，不打扰你休息了，跟我走。走。哎，我还没说完呢。不仅是打扫库房的卫生，就连物品盘点的工作你也交给我，是不是有点过于公报私仇啊？客房部的人都在忙前忙后的，只有你在客人房间点着蜡烛开 party。我给你安排点工作，怎么了？是，我是去了林宥嘉房间，但是严格来说我是去工作的。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你把他赶走呀，别拿我撒气。喂，什么声音？好像是他们说的哭声。走，赶紧去看。哎，不准走，不准走！不行，我今天必须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不是，管你什么事儿，你可以。你是不是害怕呀？我害怕什么呀？既然不怕，就赶紧让他跑了。哎，你别去了。哎，你慢点，我腰不好。刚刚声音明明就是从这儿传来的，怎么没声了？哎，没声了，我们就回去吧。哎。哎呀，好像在这里面啊！有道门。哎，你别打开了，我明天早上来看看就行。起来！你是谁啊？你为什么睡在这儿啊？肖总，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遇到难处了。你认识我吗？我是之前这儿的保安，因为偷懒、睡觉，上个月被开除了。我一时又没找到新的工作，我只能借住在这儿。哎，我只是在这儿睡个觉，我别的可都没干呢。破案了，我就说嘛，哪有什么妖魔鬼怪？哎，我本来也没觉。哎，你站住，别跑！哎呦，哎呀，喂，你现在满意了吧？还不走啊？打算睡在这儿吗？怎么，你现在不怕了？我什么时候都没怕过。啊，那你慢慢走，我先上去了。哎，依然，你等等我，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哎，
已经查清楚了，那个保安因为工作期间屡次偷懒睡觉，上个月已经被辞退了。还有就是工程部已经在仓库门口加装了摄像头，保安部那边之后也会对闲置区域增强管理。这件事情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果不是发现的及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好，那我再跟保安部强调一下。你继续说这个。啊，还有就是房间 no show 的问题，这次来的是一个旅行团，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现在销售部又开始踢皮球，如果不解决，后期还会有一些麻烦。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想一想吧。那没什么事，我先出去吧。好。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女儿在医院抢救，有什么问题自己解决。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给孩子乱吃东西呢？非常抱歉，这件事情我没有不可推卸责任，抱歉。大夫，我女儿情况怎么样了？你们这些当家长的，明知道孩子芒果过敏，怎么还能让他吃呢？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毕竟是吃了过敏的食物，还需要留院再进一步观察。谢谢你。实在抱歉。酒店所有的员工都已经通知下去了，严令禁止在任何场所讨论昨晚发生的紧急事件。现在要做的是控制好舆论，务必不能再出任何岔子了。好。不好了，酒店闹鬼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已经上热搜了。而且刚才法务部接到袁女士的律师函，她不但提出赔偿和公开道歉，还要求必须开除艺人。要我说，都是因为这个艺人给酒店惹这么大麻烦，必须严肃处理，立马开除。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艺人也是好心办坏事嘛，严肃处理好像也不太好。不过，不开除艺人的话，袁女士那边不太好交代。那是处理，还是不处理呢？要不先放放？何律师，是你让他们公开道歉、开除易然的吗？袁女士，您听我解释啊，是这样的。我什么时候让你这样说过？你好歹是个律师，怎么可以没经过我的允许就滥用我的名义做事呢？我也是为了保障您的权益。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咱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真是抱歉，我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都怪我。没关系，误会只要解开了就是好的。抱歉。辞职信我收到了。还有，袁女士已经放弃追责了。如果你愿意遵守规则的话，辞职信我可以还给你。你还愿意继续当我的老板？我愿意啊，但是你还是要付出些代价的。今天给你添麻烦了，我干了，你随意。都凉了，要不你点点别的，这顿我请。没事，我喜欢吃凉的。以前我爸还在的时候，每次过年都是他张罗着和面、剁馅儿、包饺子。他
他要等其他人都吃完了，他才吃。问他，他就说他喜欢吃凉的。我爸走的那一年，大年30儿，奶奶正好生病了。那个时候我还小，家里没人做饭，外面的餐馆也都关门了，我们2个人就饿着肚子，抱头痛哭。那个时候，我只希望他的身体能够赶快好起来。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但是他却惦记着大过年的，没让我吃上一顿饺子。有的时候，我就怀疑，其实他是在逗我，他根本就没有得老年痴呆，不然怎么会少吃了一顿饺子都记得那么清楚？以前很少听你提你奶奶的事情。在我们家开民宿的时候，她是我们家的常住客。我爸看她老太太身边无儿无女的，就让她住在我们家了。慢慢的，就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后来我爸走了，我就一直跟着他一起生活。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就是半路亲戚。他对我真的很好，要是没有他，我一个人真的很难坚持到现在。妈妈不会回来了，回家。我要妈妈。走，回家。我要妈妈。我要妈妈。男子汉，不许哭。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自从我爸走了以后，我总是觉得自己吃不饱。经常就容易饿，因为匮乏感是人生常态。人只有被爱才会满足。被爱，被爱对我来说是一个太奢侈的词。我只有多爱自己一点。吃，就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表达对自己爱的方式。我告诉你个秘密，直接用手吃更香。你洗手了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礼尚往来，现学现卖。
早。早。你们昨晚都看到了，他对我做什么？他有没有对我？他没有对你做什么，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对他做了什么。昨天晚上老大跟你在一起待了多久，你就折磨了他多久。我？小心点。欢迎光临全海度假酒店，我是客房部的艺然，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不需要帮忙。小心！你干嘛？你别跟我动手动脚。姐，你喝酒了？依然，这里可是5星级酒店。你慢点儿。慢点。哎，我带你回去去。我就住这儿，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陆，艺人交给你了。好的，老大。萧不成先生，作为这间房间的客人，我希望你能亲自为我提供夜床服务。艺人女士，我不知道夜床服务是什么。哦，老大，夜床服务 10down service， 也就是从傍晚时分。闭嘴！不要走。然后呢？请进。有事说事儿，我现在很忙。昨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忘了吧。
什么意思？你看啊，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呢？这狗咬了你一口，你能咬回去吗？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被狗咬。我知道我的这个比喻是夸张了一点，当然意思是那个意思，你明白就行了。就算我年轻不懂事儿，犯了所有人都会犯的错，你要是放不下的话，我就没拿起来过。真的。出去。被狗咬，我像狗吗？你叫我了吗？出去。好的，老板。我现在应该在厕所，我什么也没看见啊。你忘了楼层了。故意的。是。昨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忘了吧。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呢？这狗咬了你一口，你能咬回去吗？我居然做这种比喻。这么快就求饶了？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哎，不行不行！怎么办？怎么办？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干得漂亮！您好，您所拨打的。那个片子选完了？哦，还没有。那天晚上，片子没选完，你杵在这儿干嘛呀？还有其他事儿吗？哼，现在想起来了，你个不负责任的女人！我……看来你也没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我现在很忙。你倒是快说呀！啊？哦，真走了？你敢出这个门试试？真走了？还摔门？
刚才有风，我不是故意使劲摔门的。啊，出去。哎，那不小林总和易然吗？这么巧啊！是啊，你们怎么也来了？ Vincent 为了感谢我，请我吃顿饭。既然这么巧，不如坐一起。不会打扰你们吗？不会啊，不知道肖总介不介意？既然小林总不介意，那就一起吧。有没有搞错啊？我到底咬要不咬完呀？再这么下去，有你哭的时候。我看你是有什么误会吧？点菜。谢谢。糖醋排骨、糖醋里脊、菠萝古老肉、秘制叉烧。1小时从小就爱吃甜的，每次吃糖醋里脊都要配3碗米饭。你俩是在发消息吗？没有。这糖醋里脊不错，你先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每次下课都去你家蹭饭。你爸最拿手的就这个糖醋里脊。是你的吧？今天这个糖醋里脊格外不错。肖总，你酒店厨师的厨艺真棒。你也照顾一下人家。不用，我不爱吃甜的，我跟温森一样，口味清淡。香菜去了，放心吃吧。哎，听说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对啊。我俩幼儿园床挨着床，那会儿他还穿开裆裤，屁股上有几颗痣我都知道。我跟依然也算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吧？吃吧。你自己没钱买裤子呀？你屁股上有痣吗？我怎么知道啊？你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呀？你屁股上有痣，你自己又看不到。哎，小孩的事儿，我们吃东西吧。不吃了。你好。你好，我是客房部总监肖慕成。这些花篮是……哦，不好意思，我花粉过敏，但是我又不想辜负粉丝的心意。哦，明白。但是这些花篮放在走廊里面会影响到其他客人，您看这样可以吗？您给我一个常用的地址，我帮您邮寄到家里面。那麻烦你了，还亲自让你帮我解决，抱歉啊。应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找我们就行。打扰了。哎，等一下，我有一只耳环不见了，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吗？好。应该就在这一块儿。一只白色的珍珠耳环。哎，贝小姐，您这是干什么？贝小姐，
让我抱一下，就1分钟，1分钟就好。贝小姐，不好意思，请您松开。贝小姐，放开他！啊！让我抱一下，就1分钟，1分钟就好。贝小姐，不好意思，请您松开。贝小姐，请您松开。放开他！啊！依然，贝小姐，实在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是有意要冒犯，是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像我一位朋友。不是，再怎么像你也不能动手动脚的呀！还好今天我来了。贝小姐，实在抱歉，给您添麻烦了，那我们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走啊，走啊，走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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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走走走。抱歉。你倒是挺大方呗你。你刚刚对人家动手了，人家没有投诉你就不错了，怎么的？难道把人赶走啊，还是报警把人抓走啊？中央空调见一个暖一个，渣男。视频处理完了？来回就这么一招呗。你说什么？好的，老板，我这就回去继续工作。客房部的事情你先不用管了，明天把视频交给华姐。你看我的眼神。你怎么在这儿啊？有您的文件，请签收一下。什么文件？我哪知道？不是你说亲自让我送过来吗？这没收很重要。那要不我先走？先进来吧。我去处理一下工作，冰箱里有喝的，你自便。床呢？这几天你也辛苦了，这顿饭就当做是犒劳你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饿死了。你做的这个糖醋里脊一绝，后老爸有1瓶。你也吃吧。我刚才在你房间里看到一些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书，你平时就看那些啊？随便看看。多吃点。怎么？你打算打包带走啊？其实那天电梯里，我已经忘了。你忘了？不是你这怎么能忘呢？不是你说的吗？当做被狗咬了，当做没发生过。那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没什么，吃吧。
啥也没有。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我喜欢你。我这个人脸皮厚，你要是拒绝我也无所谓。我为什么要拒绝？我不是也向你证明了吗？你嘴上有一粒饭，别动。要不要放一张床？好啊，好啊。二位气色不错啊。老大早。别看了，就我一个人啊。以后别给我搞特殊待遇，员工守则禁止谈恋爱。我就是守则。姐，5013那个床单。你看这个地方，你怎么都没有铺整齐啊？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我扣你工资啊！好的，老板。好好教教他。好的，老大。没事儿，他一直都这么烦人，习惯就好了。令小姐到了，啊，快让进来。小宝宝，内内啊，好久不见，我都想死你了。好久不见哟，我们内内都那么漂亮了啊，个子也那么高了。你爸还好吗？特别好，天天拉着我妈去钓鱼，而且总跟我提起您，让我一定要多跟您学习。好，我们人都到齐了，吃饭吧。哎，董事长，我还有一个会。推了？什么会啊？还差这顿饭的时间啊？走，内内，我们吃饭去。走走走。小宝宝，小宝宝，这次回来会多待几天吧？你要是有空，我陪您到处转转。好啊。哎，内内，你多吃点啊！我记得这些都是你爱吃的。都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我爱吃什么？将来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跟我还客气。小伯伯啊，内内啊，我跟你爸年纪都大了，这将来啊，这些都是你们的。是不是菜不合你胃口啊？
要不要帮你叫点其他的？不用了吧，反正我也不重要，你们开心就好。怎么，不满意我安排的？我可以有选择吗？吃什么你当然可以选，但是上桌的菜，只能我来点。我有喜欢的人了。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我萧伯翰认可的人，只能是令一书，把你自己的事儿处理好。从小到大，我的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我也没有反驳过，但这件事情你安排不了，失陪了，对不起。温森，小伯伯，我去看一下。你站住！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啊？你也知道，萧伯伯一直都希望我们。一书，同样的话，几年前我已经说过一遍了，你要我再说一遍吗？那我也再告诉你一遍，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我喜欢你就行了。你越不喜欢我，我就越要让你喜欢。一书，你知道什么叫做喜欢吗？只要你靠近那个人，如果心跳加速，那就是喜欢。你干什么？怎么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啊？哎，你别太过分了啊！喂，我确认的是，别，艺术，哎，你干什么？你别太过分了！艺术，啊，这什么啊？抹布！这里是酒店，不是你们永远的后花园。依然，你别误会。我没误会，我看得很清楚，大家都是成年人，注意点影响吧。依然，你听我解释。你别去，你了解萧伯伯的，你跟他不会有结果的。这是我的事情，一书，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值得一段更好的感情，别再做无谓的事情了。你干什么？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全面禁烟，雪茄也不可以。如果您非要抽的话，请移步我们的户外吸烟区。你是哪个部门的？你知不知道他是？不管你们是谁，有什么特权，都不能成为理由。更何况您这么大年纪了，吸烟对您身体不好，还会妨碍到我们其他客人。还轮不得你来教育我吧？我也不想教育您啊，这3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老先生您不会不知道吧？你说谁老先生？您消消气，我来处理。不用跟他废话，把他总监叫过来。那更麻烦了，我们总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而且政府明文规定，公共场合吸烟就会罚款，总监也让我们严格执行。您今天遇到我，帮您省了2000块呢。依然，这就是依然。这位老先生在公共场合吸烟，被我制止了。行了，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打扰了。董事长，依然刚来几个月还不认识您，我替他向您道歉。不用，关于这个野丫头，任何消息我都不想听到，马上让她走人。对不起，我办不到，不然您把我一起开了吧。你，同样的话，别让我说第2遍。同样的话，我也不想再说第2遍。居然敢打我们总监！你有什么冲来？你把酒放下。我别看谁敢动你！这都是，还管他谁都管我事。董事长，爸爸。谁是你爸爸？董事长，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您今天是来视察工作的，这是给您准备的见面礼。你出去。你吃饭了吗？出去！他是谁干的？大喝了没有？董事长，这件事情是个误会，我可以解释的。你怎么解释？正好人事总监也在这儿，
给他结半年工资。第一次见面，你不用这么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今天之内解约，别让我再看你。我不同意。这里还轮不到你说了算，还不快去啊！这，要不我走？你们都出去。董事长，如果您执意让易然离开的话，那我跟着一起离开。你确定要为了那个野丫头跟我作对？她有名字，叫易然，我也不会再做你的提线木偶。你怎么把车放这儿啊？裙子都给我蹭脏了。非常抱歉，这个就是一点肥皂水，要不您脱下来，我拿去帮您清洗一下。这是我爸在国外买的，你说洗就洗啊？我一会儿还要穿着它出门拍照呢。娇娇，妈，你看他给我弄的。一点肥皂水洗洗就好了啊。这衣服不能机洗，不能手洗，不能干洗。要不我拿去帮您擦一下吧。别用你的脏手碰我！太没有礼貌了啊！妈，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啊？是他把我的衣服弄脏了。如果有需要，不管是干洗还是水洗，我都乐意帮您处理。实在不行赔你一条，但是如果你继续这么无理取闹，抱歉，无法奉陪。赔？你赔得起吗？哎，你站住！不让你走了吗？请你放开！你什么态度？我要投诉你！什么情况？你好，我是客房部总监肖慕成。你好，总监是吧？你来的正好，我要投诉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易然。你要投诉我是吗？随你便。别闹了，妈！人生总有些事是你明知遇到会失望，但仍然还在期待的，以为会从鸡零狗碎里找到些闪闪快乐。你怎么在这儿？你刚才一直叫瘟神瘟神的，正好瘟神来电话了，我就把他叫来了。我一会儿还要直播，我先走了，你俩慢慢聊。啊，那我你可别管我了。对了，我可把依然交给你了啊，你得照顾好他。走啦，路上小心点。拜拜。你妈妈的事情我知道了。老王，整个酒店都知道。不然你放2天假吧，好好休息一下。做亏心事儿的又不是我，凭什么让我躲呀？哎，别喝了。别管我。别喝了。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静。现在，静静她帮不了你。你如果想发泄的话，我带你去个地方。哼。这儿没有别人，想发泄的话，就发泄一下吧。来吧。
谢谢你，发现完了好多了。我也不知道该安慰你还是该羡慕你。羡慕还是算了吧。哦，对了，董事长后来有没有再为难你啊？大不了就我走喽，不要因为我再得罪他。你舍得离开这儿吗？当然舍不得。这是我做过最长的一份工作，我真的很喜欢这里。在每个小小的30平米的空间里，不断的遇见、再见、再相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未来开始有了期待。这都要感谢你，改变了我的人生。你还是等过了入职考核再谢谢我吧。董事长不是说要开除我吗？有我在呢，别怕。我们到底是在等谁呀？我约了一叔的爸妈，咱们2家今天吃顿饭。是我不能够奉陪，告辞了。坐下，好好把这顿饭吃完，剩下的事才好谈。小伯伯，哟，奶奶啊，哟，老令，好久不见呐，弟妹，好久不见，来坐，快坐，坐。罗姐啊，客人到齐了，起菜吧。好的。来，尝尝，看看，弟妹。好的，谢谢。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让他来的。他是客房部的人。怎么，酒店规矩让你改了？一个兼职分什么部门？还是你不高兴啊？抱歉，他不能在这儿服务。哎，没事的，都不是外人。小木成，有客人在，别那么没规矩啊！依然，你来份菜。谢谢。木成，还不向2位长辈敬杯酒啊？令伯父，令伯母。好。啊，我知道啊，一叔啊任性，是我啊从小把他惯坏了。你以后啊可要帮我多管着他，可是不能欺负他哟。爸，我是不会的。老令，这个你放心啊，这小子要是敢欺负咱们家内内啊，我第一个不答应。就是沐晨一表人才的，和我们令叔啊越看越般配，把他交给他，我放心。没头没脑熬虾配人海里的一粒渣。哟，这名字可真别致。依然，抱歉各位，这道菜是南极深海龙虾配大石黄须鱼子酱，请慢用。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刚来，菜名还没有记熟。这道菜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这个一定要配着酸奶油才好吃。来，你尝尝。我自己来就行了。哎呦，你们看这孩子他还不好意思了呢。像不上，让一叔那么举着不礼貌啊！你干什么啊？帮您试试菜，酸了点儿。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没有规矩呢？谁教你做的事儿啊？快跟我走，让我好好教教你。哎，这算了。江无成，回来坐下。爸，这件事情事关酒店的形象，怎么能这么没有素质呢？我来好好教教他。你们先吃。不是，慢下去，慢慢教。没事，现在的年轻人呐，脾气都躁得很。吃，咱们吃啊。好。
见家长啊。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把情况说清楚，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有些事情你不了解，那你就让我了解啊。就是因为你的态度一直这么模棱两可，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变得这么复杂。我知道董事长不喜欢我，但是我们两个光明正大、没偷没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件事情当面说清楚这么难吗？你给我点时间可以吗？